大家好，我是 Peter 汉语的郭老师，关注我不迷路。今天我们继续 HSK 6级阅读第一部分找病句的实战练习。好，直接进入主题，我们来看一下问题。一共4个句子。A. 东西方在饮食习惯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B. 18世纪以后，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才加快明显起来。C. 经过几次搬迁之后，我们一家人终于在南京定居下来了。的一个10几岁的孩子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好，那么我们先来看 A 这个句子。A 句没有什么特别的啊，有特别呢，就是有一个介词结构，就是在什么什么上啊。那么这个在什么什么上，它的意思是在什么什么方面啊，就是在饮食习惯方面。好，那么介词结构它是状语，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因为在什么什么上这个结构呢，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句子的主谓宾。主语东西方，谓语存在什么差异东西方存在差异，在什么方面？在饮食习惯上在饮食习惯方面存在差异。那么这个句子没有问题，主谓宾不缺，词语使用正确。好，然后我们看 B 这个句子，18世纪以后，这个是一个时间状语。好，然后后边句子的主语是什么？速度，对吗？速度，然后它的谓语是什么？加快。后边还有一个明显，那么这个起来它是一个补语它是一个补语。好，那么这个速度加快，或者是速度明显，那么这样呢，我们可以考虑什么呢？第一个，也就是说，它这个句子呢，是不是出现了2个谓语你到底想说速度是加快还是速度明显呢？所以在这里就是多了一个谓语，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那么你可以扔掉一个，比如速度加快起来，这样可以，没有问题。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我还不想把这个明显扔掉，那么这个明显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哪儿呢？明显，那么这个明显这个是什么？它是可以做一个形容词来出现的。形容词还有个语法功能，除了做谓语以外，它还可以做什么？它还可以做状语，对吧？做状语。那么这样的明显如果放在加快前边做状语的话，比如说这个加快我们看的时候很明显，这种时候就是明显加快，把它作为状语也可以所以一个句子呢，我们改的方法呢是比较多的就看你怎么理解。你觉得老师，我觉得呢如果我认为谓语这个多余一个有点多了我去掉一个谓语，那么简单化就是速度加快起来，可以。那么另外一个，老师，我希望呢，就是我觉得他想表达的是，我的理解是明显加快。那么这样的时候，你就把明显放到前面，作为加快的状语也是可以的所以就是好在我们考试的时候不需要你改病句。那么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2个修改方案呢，你都可以就是去考虑都可以考虑。比如说我们是从这2方面去考虑来找这个错句那么你从哪个角度去理解容易，你就可以用那个角度，从那个角度去理解这个病句这个呢，并不是说要求大家想法都说它一样因为改病句的时候呢，只要我们是什么，你不改变病句的原来意思你怎么改都可以的好，所以 B 句呢，这个句子是错的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冗余像第一个就是冗余，就是有多余的。
另外一种也可以认为是什么？语顺有问题啊，就是状语放在了什么谓语的后边，这样也是可以的。好，那么我在这儿写一下，这样比较容易，对吧？我们的冗语，你可以认为它的谓语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语顺，这两个从这两方面去理解都可以。好，然后 C 这个句子 ，C 句经过什么什么之后啊，这个也是一个状语啊，这也是状语。然后我们一家人在南京，这是地点状语，定居下来了，这是补语啊，这个是补语，这是我们的什么趋向补语啊。好，然后的这个句子，一个10几岁的孩子是主语，写，那么它的宾语是什么？文章，而在这里有一个出来，这个是什么？这个也是趋向补语，对吧？它的宾语呢，在趋向补语的中间，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如果没有宾语，就是写出来，这个复合趋向补语一定要注意，这个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跟前边出是有关系的。好，简直令人难以相信。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间语句，令人就是让人难以相信间语句。好，这个一共是4个句子这4个句子呢，我们找到了 B 句是有问题的，B 句是有问题的，因为它的这个冗语或者语顺的问题。那么除了我们还看了这个4个句子，除了 A 句以外，它还有一个 B、C、D 这3个句子，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是什么呢？它都有复合趋向补语有复合趋向补语。那么这个呢，在这3个句子中的出现的复合趋向补语，它都是什么呢？都是要考虑，首先要考虑复合趋向补语的引申义的问题，另外一个要考虑复合趋向补语带宾语的时候，宾语的位置这个呢其实是如果我们遇到复合趋向补语的时候要考虑的问题特别是什么复合趋向补语的引申义，这个理解是比较难的因为就是我们在感觉上好像不太能接受它的引申义，一个出来有那么多的引申义，一个下来又有那么多的引申义，对吧？那么我们在句子中看到引申义的时候，你得考虑它到这个引申义它用的对不对这个也是不能忽略的。好，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然后 C 这个地方这个句子吧，经过我们也要注意一下。经过这个词呢，在6级考试当中呢，也是出现的频率比较高一些。那么它在考的时候呢，首先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注意，经过这个词一共有几个意思，这个你要清楚经过这个词呢，首先它有什么名词然后还有什么动词，然后还有介词，它一共有3个这样常考的意思。名词的时候呢，比如说事情的经过动词是什么？我去学校的时候经过那家商店，这是动词。然后介词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他们的意见这就是介词。所以那么看到经过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注意它到底是哪个意思，然后根据这个意思来判断它的使用是否正确就是我们在平时做练习的时候，绝对不能就是说我找到了这个问题我就成功了，不应该这样想。我们要什么呢？它每一个句子的出现它都是有目的的那么这4个句子它组合在这儿，考试的时候考了这4个句子，什么意思？难道只有那个病句是为了让你找出来，然后其他的3个句子就是来凑数的吗？不是，每一个句子都有自己的考点那么我们平时在做练习的时候，去关注每一个句子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它可能要考的那个点
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呢，就会什么有把握啊，因为我看到了这个题，我知道考点在哪儿啊，并不是说你做过的题，说比如说 B 这个句子，我们现在在我们在做练习的时候，这个句子是错的。考试的时候，如果出现这个句子是错的吗？不一定是错的。为什么？他把这个错句改对了。比如说呢，在真正考试的时候，它可能出现的句子是18世纪以后，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才明显加快起来。那么这个句子就没有问题。考试的时候，它这个句子就出现在这道问题当中。然后我们呢，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我做练习的时候，这个句子是错的。然后一看到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我就不考虑了，然后我直接就选了 B。这个绝对不可以，一定要以现场版为准。你平时做练习的病句，错的句子，考试的时候可能是对的啊，而你平时做的是对的句子。比如说经过几次搬迁之后，我们一家人终于在南京定居下来了。这个句子我们现在做的是对的。考试的时候如果出现这个句子，它是这样的：经过几次搬迁之后，我们一家人终于在南京定居过来了。这是趋向补语使用错误，对吧？所以考试的时候呢，一定要以现场版为准。而我们平时呢，分析的每一个句子都要注意它的考点注意它的考点。你平时做练习不是找到病句就算你成功，而是什么？我知道每一个句子的考点我明白了这些句子，这样的时候，这个你才算是完成了这个练习你才算是成功。你的脑子呢，在什么呢？你的脑子里就是一个题库就是一个题库。对的句子、错的句子都装在你的脑子里。对的句子，它的考点在哪儿？错的句子为什么错了？你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概念，绝对不能说这道题是 B 是错的，行了，其他的句子我根本不去分析，这个绝对不可以这是我们就是说找病句或者学习的时候一个，这叫大忌，这绝对是一个大忌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分析到这里就结束了。好，谢谢大家，辛苦了。